既然你们不愿束手就擒，就请做好准备。与我一同破星弃命！不行不行，要不还是让咱求求情吧，灯姐。求情有什么用？对你们叔来说，能应对魄气的，不是也只有魄气吗？可灯姐已经那样做了100年，我们现在又能做到什么？别走神了，好了，画上完美的句号吧。无处可逃。星之环。对啊，如果是星之环，哎，这就来吸纳神神，雷光，天上天下，只此一击。星之环的爆发状态一直在延续，没想到吧？要说作弊，我可是也会2招。准备好上路。呀！别！呜呼！闪电就位，尽情奔涌吧！星辰的铁流，除恶务尽。嘿！呀！哒！雷光启蒙！呀！别！就是现在！决意也来帮忙。这算是2败俱伤吗？我们这一次竟然能和他相持到这种程度。现在咱们是不是能好好谈谈了？必须做点什么，这倒是很容易理解了。不过狼丘的异常的确和我们没什么关系啊，不如说欧夏本身就是受害的一方，总不会只因为我们也拥有星之环。笨蛋，还是把说话的力气用来恢复吧，一切都还没结束呢。有趣。由于我的力量同样来自于维吉，如此下去，甚至我也有可能因消耗过度而无计可施。况且各位直到此刻心中都并未流露出半分恐惧，能让我补充实力，这实在是令人肃然起敬。你这听起来更像风凉话吧？等等，那宋雀呢？他不是应该……不会吧？闪电就位！也该结束了。你对他们做了些什么？果然，
即便是为了结束这一切而来，身子插手，你也仍然不会留情面啊。既然这以我的方式开始，就应该以我的方式结束。虽说有些以己度人，既然我总是在无心之间铸成大错，总还是希望别人不会重蹈覆辙。你是松雀的师傅？但愿他不是在惹出什么祸事，才报上了我的性命。抱歉，诸位，藏形匿影确实有些失礼，但我刚从一场长眠中苏醒，实在是有些衣冠不整，眼下的样貌不太应当现于人前，还请诸位谅宥。郎丘的意向我已经理清了来龙去脉，诸位的遭遇实在是个误会，但愿我没有来得太晚。他们可并不冤枉。的确，但总归是无心之事，况且抹去他们也于事无补。那为什么要把我们定在这里？想来是因为我接下来要做的事，虽然很有必要，但对诸位来说却又有些残忍。残忍？罢了，按我那位徒弟的意思，还是少说些不吉利的话为好。诸位放心吧，既然七叔尚在，那么离恶石像与欧夏的肆虐，终究只在一时。100年前的旧事，我们将即刻着手重演，此间种种，也均将复归往日。但你们那位阿杰塔，他已经死了。利托斯特不也是吗？可是，这位师傅，我还是没听出来，这和定主我们有什么关系？这恐怕也是我以己度人吧。毕竟我始终没能对诸位说出欢迎。我来到此处，只是为了送别。这也是我方才提到的残忍的一面。尽管诸位深涉其中，但郎丘的事宜，事实上与诸位并无干系。100年前的旧事，恐怕不太应当暴露在众目睽睽之下，因此，还请诸位离开这片是非之地。毕竟，对于自身所拥有的力量，诸位本就一无所知。等等，送别？那松雀……他就不劳诸位费心了。无论如何，他都将与我等联手，为各位的家乡杜绝灾疫。而且依我之见，这原本就是各位的目标，不对吗？逐一唤醒七术之力，从而再度拯救郎丘与欧夏。欺瞒之术，无论你们对他拥有何种印象，事实上他偏偏是这计划中最关键的一环。无论是利托斯特还是阿杰塔，他们都远非无可替代，唯有松雀不然。当然，考虑到诸位之前的布置，这也没有想象中那么麻烦。你什么意思？一只宝匣而已。虽然不知道诸位从何得来，但那毕竟是我的遗存之物，而同样作为术，我也如诸位的判断那般，救急难改。比方说，各位或许以为自己刚刚在宴会厅里大战一场，但事实上，此刻的一切不过仍是匣中之物。真正的宴会厅，此刻仍完好无损。你们在欧夏的接应者，也还在匣外等待着各位回报。
虚验小技，不足挂齿。所以今日奇旅，各位不妨也当作大梦一场。欧夏，可是，等等，松雀，居然。平安无事的从里面出来了呀。那位邓小姐呢？嚯，不愧是虚验之术，果然名不虚传。也难怪这一次在别人的地盘上，灯完全没有手下留情。不是，你们怎么都在长别人志气啊？松雀可是被抓走了。郎秋也有他们的理由吧，而且不只是你们所说的松雀，当时多尼戈尔也同样牵连其中，并且按那位白吉先生的说法，似乎也被留在了那边。只是欧夏的影中灾厄此刻还未消退，如果松雀的师傅信守诺言，那么应当是他们的术士仍需要一个执行传导的过程，就像他们100年前开辟世界那样吗？这么说来，刚才的一切除了地点以外，的确都是实实在在发生过的吧？那当然了，不然你以为记忆与时光之匣是什么样的原理？一种闭锁的数据之海空间。嗯哼，那世界炮呢？一种更大规模的闭锁的数据之海空间。你这不就自己得到答案了吗？不过正所谓量变会引起质变，在足够微小的闭锁空间当中，虚幻与现实的界限也会逐渐模糊，就好像世界上也存在所谓的时间晶体一样。不谈这些了，毕竟我们现在还没有余裕坐下来认真研究你们早些时候在数据之海里的那趟奇异之旅。但考虑到为了获悉松雀等人的下落，各位很可能还想再去廊丘一趟。希纳迪亚，你的身体真的没问题吗？哎，我能有什么问题啊？如你所见，身体倍儿棒，吃啥都行。这样吗？